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樊启明。我们介绍这节的来宾，前张千健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政治观察家方恩格，大家好。等一下还有亮哥，我们再等他一下。目前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话题，最主要还是川普哦。这样子的标题写得很清楚，是不是川普又在画大饼？画什么大饼呢？因为呢，他要普发6万元，6万元等于是每人要分2000元的美金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分红。那川普主要是他 po 文，他痛批，因为有很多人在反对所谓的关税，他认为这些人都是蠢人。那他马上画了一个大饼，做出一个承诺，就是会发给每个美国人至少会拿到2000元美金，2000元美金大概就是6万2的分红，这等于是向整个美国民众来普发6万元，普发6万元是相当的多吼。那主要是针对外界对于这个反关税，川普认为这个就是蠢蛋哦。他认为现在全美是迎接所谓的高光时刻，川普觉得自己的这个关税政策是非常的棒，没有关税就没有现在。他是说，如果没有这项高关税的政策，他们美国什么都得不到。这是川普对于自己的这个关税政策是自吹自擂，是相当得意。不过呢，这个所谓普发6万元这个政策，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好像有点在浇冷水了。他是说这可能只是减税。按照贝森特的说法是说，这个红利很可能只是透过川普今年的经济政策法案中的一些减税措施来进行实现，而不是所谓的普发6万元，包括了像是这个免税的小费啊、加班费啊、社会安全福利以及汽车贷款的利息都可以进行折抵。大家我们现在可以拿到1万元的这个现金。那按照川普说，要每人2000元的这个美元分红，是不是可以拿到6万2？不是，从贝森特的讲法是说，很可能只是用减税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方法。我们再来看除了这个普发6万元，美国人可能很多人的期待，主要还是我们来关心美国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政策。同样还是贝森特，因为他特别这个新闻标题就写了25年来第一批美国自己产的这个稀土在南卡出厂，按照贝森特的说法，这个是有助于打破中国相关的一些垄断因为贝森特他在参观了南卡罗来纳州新建的稀土厂的时候，他庆祝美国25年来第一次首批生产这个稀土磁铁的这个出厂。按照贝森特的说法是说，我们美国正在结束中国对美国供应链的一个锁喉，这个稀土美国可以自产。那川普承诺要让制造业重返美国，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就是稀土可以自己有美国自己相关的一些生产。不过呢，有没有这么乐观？纽时有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说你想要取代中国稀土，你至少还要花8到12年的时间。虽然美国是说好明年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期待。按照纽时的一些报道，欧盟约有98%的稀土，它主要是针对欧盟，可以对照看美国实际的一个情况，可以做一些比拟。那美国是80%要完全取代中国稀土，则需要8到12年的时间。就国防工业而言，欧洲没有这么多时间，同样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那川普现在外交政策，其实大家可以观察，都是针对稀土在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决策的一些考量。那但是有一个关键因素仍然很难去加以解决因为分析指出，美国不可能在1年内人家都要花8到12年，你怎么可能会在1年内实现自给自足？因为关键的技术目前都全还是掌握在中国的手里，不是在美国的手里。明年这个根本不用想。那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些贸易谈判似乎有露出一些曙光大陆方面宣布要放松矿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管制。那专家曝光是说有2招就让川普软了，是让美中回到一个原点。那预期后续的贸易战不会进一步的扩大，美国、中国只是回到原点，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只是回到原点后续的谈判还要持续的进行当中。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陆方面，美国考虑的是稀土，我们来看看大陆的这个 AI 产业，目前被认为是不是有默默超车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主要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会长他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法，他是说在中国市场里面 AI 的技术已经
深度的融入了医疗的相关的诊断，其实就是各行各业哈。那包括智慧制造等相关的产业的场景，全部都有 AI 的相关的影子，然后进步的是非常非常快。关键的一个指标人物黄仁勋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中国的 AI 它需要算力，算力需要什么？需要电。那电力无限，电是很便宜的，晶片它可以自强，这个完全解决了一个有关于 AI 的一些关键技术，包括电跟晶片的部分。那目前为止，按照这个德意志的银行的一些报道，中国数据中心用电仅占了全国的1%，其实这是相对来说是相当的少。到2030年，可能是因为 AI 的关系升到了2%，可是我们来跟美国做比较，美国是8.6%。那按照它的这个德意志银行的报告，中国的近乎免费的电力，让这些字节跳动啊、阿里等这些科技巨头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然后进入到然后推进他们的技术，能够进行相关的一些发展。而另一方面 ，AI 到底大家还是想要赚钱？那中国呢，这些机器人有22%的获益率，已经打败了 ChatGPT。按照这个 AI 研究实验室的一些报告的一些竞赛目前最赚钱的就是大陆的 AI 产业迎来一个正成长然后赢得了相关的一些比赛，而且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获利。我们请亮哥怎么看？川普是说要发$2000，这个昨天那个期货市场 Poly Market 啊，90%的人认为绝对不会兑现，画大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啦，而且最高法院搞不好12月就判你违宪了。是，那你现在手上还有的$880亿，搞不好要退给国家所以坦白讲，听听就好了。其实川普跟贝森特讲的话，基本上都不要听啊，是因为80%以上都是假新闻，后来都会调整，都会调整比如说贝森特在讲。稀土2年，我们就可以建立供应链，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嘛。不可能，美国所有的专业机构都说至少要10年，他说2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听听就好了。是，目前是这样啦，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稀土供应链，我们举个例子啊，美国现在依赖中国出口的稀土是78%，然后德国是91%。我觉得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是日本2011年就曾经被制裁过，那后来2014年在 WTO 胜诉嘛，可是日本就很有警觉心啊，他就要发展中国之外的稀土供应链，结果一直到今天，日本的稀土有58%是中国出口，你就知道有多难啊。那日本人我们也知道，也是很认真的民族啊。对不对？那从2011搞到2025，已经14年了，结果日本的自给率只有40%，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贝森特每天在那边吹牛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那你要去骗川普的选民，我也没有办法了。可是反正2028年川普就卸任了啦，管你的所以我是觉得基本上。真的稀土管制出口变成是杀器了，所以为什么科技战跟贸易战基本结束了？是因为大豆，那请问谁能买？那中国大陆未来3年每年买2500万吨啊，那美国的豆农就依赖上了，不然怎么办呢？对不对？解决了。那我觉得黄仁勋讲的话是这样，因为他是在我们的君悦饭店被。外泄出去的是黄仁勋的意思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工程师超过100万人，那全美国只有20万，那这个就是没办法，他人多，然后他的那个理工科的毕业生特多那还有第2个就是中国大陆的，因为它工业产能占全世界的30%，美国大概是12%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就是需求面的落实一定会超过美国。对所以美国事实上是发展出高科技，可是美国那个叫供给面、研发面就是研发啦、供给面、技术的这个发生创新，可是在需求面，对，
中国黄仁勋是认为美国会被中国追过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现场有很多台湾的大的电子业老板嘛，是，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也很了解了。可是这个问题啊，我认为美国短期内也很难克服，而且中国的电力啊，便宜、中国的电力现在大概是全世界后面4个工业国家的总和啊，那他现在就碰到实际的状况，就是比如说他的 GPU 比美国要低阶嘛，那耗电大概多耗电25%，可是它可以 cover 啊，对，因为它的电价便宜，那这个台湾就恐怕就很难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坦白讲，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要发展 AI 啊，核电还是要恢复了。我们请方律师，你可以拿到那$2000吗？希望会，但是首先我认为台湾国民党跟民众党要赶快开记者会说，哇，你看川普学我们的突发现金，这个才对啊，对不对？因为常常被民进党会开的，常常被民进党批评美国对国民党跟民众党没有信赖，对不对？所以他们应该要说啊，你看川普学我们的，真的会普发$2000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真的是不大。这个要透过国会，然后国会会同意的可能性真的是不大，连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可能不会通过。那 C2 的部分，虽然2年之内自己靠自己是走不到，但是至少是一个开始，认真的说是一个开始。那美国政府不管谁执政，拜登现在换川普，他们是认真看这个问题，是那跟过去很不一样。这个不管是C2方面或半导体方面，我国防供应链，美国政府、联邦政府会直接投资了。对，那这个跟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美国会批评欧盟、日本、南韩、台湾中国大陆有补助企业界，美国说我们要去 WTO 告你，你这样补贴的政策。但是从几年前，美国已经开始转变，是将来如果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不管是半导体、C2等等，民主党、共和党。很明显已经有达到一个共识，愿意直接投资，联邦政府会投资了，是对，而且美国最近虽然很多人说川普他对外交没兴趣，或他就要看贸易，或他是把焦点放在中东跟亚太地区，但是上礼拜他邀请5个中亚国家元首来白宫，那不是因为说实在不是因为川普。对那个地区特别有兴趣，但是他知道他们有C2了，所以就跟他们谈C2。那另外很多人过去认为，川普还有拜登对非洲也没有兴趣，但是其实我今天有看到一份值得关注的一份报告说，最近美国投资非洲的金额已经超越中国，然后很多人认为中国各式各方面都在投资非洲，不管是基础建设，其他的能源、是农产品等等。但是其实美国也是开始转变，也是为了说实在是为了C2，是就连在非洲也加码投资了，所以2年之内当然是做不到，但是10年左右。这个数字会有大转变，可能性还是很大。那这个包括了 AI 的部分，你怎么看呢？就是中国跟 AI 之间、跟美国之间的一些竞争，因为很多人包括各国的产业要去投资美国，主要还是针对 AI。可是现在看得出来，包括这个黄仁勋也说，中国方面好像已经进步得非常非常的快。黄仁勋每次谈到中国的部分，他都会说很好听的话，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那不管目前买不到到中国去，他的晶片是买不到，是不能卖到中国去。对。但是他还是希望，不管是美方或中方，会解除相关的禁止措施规定了。所以当然，他每次去中国或谈到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都会说很漂亮、很好听的话。是。但是我跟你说，他不能维持了，因为已经有很多美国政治人物开始观察，对，你到底站在哪一边？你是美国人，
那为了国家安全，你不能一直以为你可以卖给这些晶片卖给中国，而且没有什么后果。所以他真的要小心。OK， 我们请舰长。首先，这个正常的国家不会做普发的，因为人民就是缴税嘛。那政府拿到这个税金，就来做一些有利于这个人民或是国家的基建的这些事情。但是普发倒未必说是不好哦。你要看澳门，澳门已经普发了18年，它从5000澳元开始一直加，然后就加到1万澳元，每一年它就发1万澳元，1万澳元大概是1250块美金，以现在来算，就相当于台币大概4万块钱。已经发了18年了，那为什么他发？因为他超收嘛，他们那个赌博税很多。那像今年这个台湾为什么发？因为我们超收了4、5千亿，那你发也不过才发2000多亿。可是美国有这个资格吗？美国完全没有。美国现在这个叫做什么？即使它关税这一次的这个叫做额外增加的关税哦，以2025年就今年预期全收完之后，它可以额外增加大概1.18兆美元啊，好多钱，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美国有3.3亿人，3.3亿多，我就算3.3亿，一人2000就是6.6兆。但是它不是普发，它有些是很有钱的不发，但是他们也算过，大概会发到7成8成以上。所以最后如果还有发的话，大概要花到6兆，你才超收1.18兆，你要花6兆。你认为这个国会会同意你吗？你花这么多钱，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川普，我就发觉他每次讲话真的是谎话连篇。我觉得那个莱尔校长应该是给川普的。是我这样讲，今天他说为什么我要普发的时候，他说除了我们收了好多钱以外，他说我们现在通膨几乎是0。谁说通膨现在几乎是0？如果通膨几乎是0，联准会不就降息了吗？通膨在拜登的时候，从他上任大概是1.5，后来因为COVID-19 新冠疫情，它大概一直飙到了8左右，7到9，非常高，非常可怕。但是它后阶段又慢慢打下来。拜登交给川普的大概是3%，那3%现在隔了大概上任快2年了吧？联准会一直希望打下来，打下来没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是3%，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个条件。然后再来，我很快说一下这个叫做 AI 的竞争，中美竞争。AI 竞争其实3样东西：电力、算力。算法，电力中国赢，这个算力目前就是那个机器的速度多快，目前美国赢，但是那个算法就是一个逻辑的 algorithm 谁比较厉害？中国因为数学上面是很厉害的，美国其实是不行的，但是美国有犹太人，犹太人是世界数一数二厉害的，所以其实美国是犹太人在撑它，否则中国一定是这2项大概都是会赢美国。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这节我们来关心美国政府的关门危机是不是已经要解除了？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哦，包括了这个川普都说，看起来我们快要结束关门，离关门这个事情，就是政府关门这件事情要解决这件事情已经不远了。主要就是包括了很多参议员已经证实参议员的领袖已经达成了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协议。那目前政府的资金可能会暂时延长至2026年的1月30号，用来结束这场所谓的史上最长的政府停摆的相关的一些危机。目前看起来要解除这个危机，可是对于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很多百姓的一些生活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最主要就是飞机的一些航班目前整个延误的航班已经超过了8000架次，对于这个民众，特别是美国人在坐飞机的上行的方便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那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顾问，他有特别提到，如果这个停摆的这件事情持续的延烧下去，会对于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今年第4季美国 GDP 很可能会出现负成长，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美国要赶快进行相关的一些解决。而另外呢，纽约州的州长也宣布要即日起要重新发放所谓的粮食券给纽约州的这些州民，来补助目前资金前景不明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用尽各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希望解除这样子的一个危机。那只是这个政策到目前为止前景
也不是很明朗。那这件事情，美国民众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政府停摆。那毕竟川粉是这个相当死忠的，那只有25%的川粉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史上最长的这个政府的关门潮，可是到目前为止只有25%的这个川粉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呢，他是出现在这个美国 NFL 的球赛的这个现场，这个是一个例行赛，被民众狂嘘这是47年来首位莅临这个例行赛的美国总统。那川普呢，他是在9号的时候到了马里兰州，他主要是要观看华盛顿指挥官队来对决这个底特律雄狮队的这个美式足球联盟的例行赛。那这也是1978年继卡特总统以来，有超过大概半世纪，其实47年是第一位出席了 NFL 例行赛的现任的这个总统。不过他到了现场呢，球迷好像不是很欢迎他，现场是非常的很多群众对他是狂嘘再嘘，包括了他讲话的声音呢，他自己想要在现场致辞，声音都被淹没。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整场包括很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是这个 NFL 就是美式足球的这些球迷，对于川普到达现场是用嘘声来作为相关的一些回应。这些嘘声已经大到了让这个川普都没办法讲话。那事实上呢，川普也对于这个 NFL 的这个华盛顿指挥官队，他还有一些新的想法，他想要冠名把自己这个川普有意把自己以其名来冠名。那他说这个是总统的心愿，这是美国高层人士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透露，也很可能会实现。不过呢，可以看到之前在这个 NFL 受到民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嘘声可是事实上在之前呢，川普他到美网的时候，也造成了决赛的大延误，造成了球迷非常的不以为然，狂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第2次。在美网决赛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些维护，这是美国元首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考量。这些球迷在球队排了1个小时来错过开场所以现场就是包括了之前这边的 NFL， 包括了这个美网。球迷对于川普的到场都不是表达欢迎，都是用嘘声来欢迎这个川普来到节目的这个比赛的一个现场。同样谈到比赛，我们来看看这个大陆方面的全运会，目前正在广州正在进行相关的一些比赛。那开幕的时候呢，习近平他特地来到了这个全运会的开幕现场，祈勉大家能够有一些好的一些表现。那这场开幕式呢，也展现出来一个科技跟传统的一个古今对话。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是所谓的15运这个是梦幻联动，机器人来敲响了是1000年前的这个青铜器。在中国第15届的全国运动会上这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在广州来进行盛大的一些举办。那现场呢，这个机器人可以看到，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用这个手中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乐器呢，在敲响了盛行在大概就是1000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乐器，这个青铜器，这应该是念药就是古代的吴越地区它相当特别的一种青铜器的一个打击乐器。这个科技跟传统进行相关的一些连接，非常的特别。而另一方面，因为习近平到了广州，他也特地视察了这个广东省他主要是针对了大陆15.5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计划经济提出了一些主张，然后希望这边能够达到 GDP 5% 的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些目标。那希望广东呢，特别是广州跟广东能发挥这个点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角色。我们请亮哥。这个美国政府关门长达40天这坦白讲也凸显出美国的制度对于解决僵局有时候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一而再再而这三。个如果是内阁制早就处理完了，对不对？除非你组不出政府那最后参议院现在过了啦现在是要送到众议院那估计一般会过了，那为什么民主党受到影响比较大？这就刚好凸显出民主党的中下阶层比较多嘛，是，尤其是少数族裔需要社会福利。其实我最近看民调，改变态度比较多的是 Hispanic，就是有蛮多 Hispanic 是投给川普的，那他的生活受到影响，那你也看到诸多美国民众是没有储蓄的，对，所以40天就造成了很多联邦员工的困扰。
可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早该结束了。其实我有一些住在美国的台湾人哦，那坐飞机，坦白讲，那个机场的服务人员也变少了，是，那结果排队要检查嘛，动不动就要2个小时、3个小时哈，所以他们也是有怨气了。是啊，这个不是小事啦，这个幸好就真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啊，人家在警告，最后是什么东西让川普觉得赶快处理？还是股市啊，是，最后真的产生这个让大家有这个急迫感，要赶快处理，我觉得还是股市啊，因为很多人都在放话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那个连流动性啊，银行的流动性，联准会5天之内调了1250亿美元到银行去增加周转哦，因为那个钱不在财政部，是，财政部没有上班啊，流动资金不够。他实际上财政部有钱1兆，有1兆美元，可是没有上班，是拿不出来。所以我说这个美国这个让人家大开眼界了，就是说什么问题可以僵局到政府不开门长达40天，是这个我不知道最后双方是不是有达成目的了。那至于这个球场，我觉得就是川普运气不好了，这个叫做不顺，就像赖清德去台南。不顺，这个本来是一个好新闻啊，对，结果变成被批评的新闻，所以他现在有点诸事不顺啊，是走衰运。是，请舰长。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说，其实这次选举完毕啊，这个共和党就是川普的这个党是超过半数，无论是众院或是参院。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叫做拨款法案会不过呢？因为在参院哦，即使他们占有52席，就是川普的这个共和党52席，民主党只有48席，他已经超过他4席。但是在参议院你要通过这个拨款法案，要60%的票，要60%票才行。就是说他还差了8张票。那他们目前投过2次，9月30号他们拉了3张票，10月22号他们拉了2张票，距离8张都还不够。那这一次看起来是要通过的。那我一直认为说，这是一个2党恶斗的结果。那他们对撞下去，绝不可能过感恩节，哪个党敢拼过感恩节？那真是丧尽人心呐！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看到川普在这个足球场，一个国家的领袖哦，被这样虚哦，我是他一定觉得很难过，对不对？大家对你虚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发觉他真的也在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圈里面。我前一阵子听一个人这个演讲，就是讲说，川普1.0跟川普2.0，他最大的差异在哪？你知道？在他身旁的这一群人。川普1.0啊，他们形容就是他身旁都是 buffer 缓冲器，他是一个很冲撞的，可是他怎么样，旁边人都会约制他啊，你不可以这样，这些都是传统的叫做建制政府很资深的人员出来。可是川普2.0这些人呢，都非常的年轻，而且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那个位置，所以川普用他们是拼了命的要表现。所以川普2.0他身旁的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叫做什么 amplifier 放大器。川普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更放大，所以造成这次的政党恶斗能够撑这么久，这是破了所有的记录哦。第一，以前的最高的记录是川普1.0 35天，对，这次已经过了40天了嘛。那要是没有感恩节啊，如果我告诉你没有感恩节，你试试看他会撑下去撑多久？好，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哦，这个我刚看到这个中国这个机器人去敲那个青铜哦，以技术的程度来讲哦，真的没什么。对。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机器人那个自动的弹那个钢琴的那个，因为那只要是有规律的，就这个节谱是这样子的，那都很容易做到。那编码写进去就好了。哎，对，其实那很容易，但是那个创意，非常之难。我不晓得哪个人想到的，用一个这么新的机器人敲个几千年前的青铜，两个这个新旧的结合，让人感觉到创意的这种点子非常好。圣火传递。2、3磅是机器人传递，哇，这么厉害！所以完全展现他的能力，想得非常之好。机器人的能力。最后我很快讲一个，这个习近平到这个广东去啊，其实习近平这一次到广东去巡视，我看到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到海南，台湾要小心哦，海南他要建自贸港。台湾很久以前想要把高雄做成自贸港，你知道？结果不行，为什么？那太小，你吸引的有限的。海南的面积是香港的33倍。你去想想看，它只要做成了，
它可以把这附近所有的这种叫做投资都吸引过去，是，那才是台湾大概最危险的一个。我们请方律师，你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政府的关门，是不是已经危机真的都解除？差不多会解除了。是，按照媒体跟网络生态的说法，就是在今天啊，刚刚我们上节目前，那很多人认为是民主党大失败了，因为有8位，刚刚有提到有8位民主党籍参议员脱党，为了重新开政府，让这个拨款案通过，而且没有拿到民主党原来想拿到的，那就是这个健保的补助款。对，所以的确是川普可以说，你看我这次坚持我们共和党不让步是对的，政府关门也没关系。其实从政治的策略角度来看，我觉得川普是他选对的，就是不让步，那等这几位民主党籍参议员让步就可以了。然后他这次选择是对的，就是从政治的算盘来说，是政府避免40天，我认为虽然今天很多人很生气，尤其是如果要坐飞机啊、机场乱七八糟，但是过一阵子，大部分美国人会忘记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他们不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对，会忘记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重点，虽然今天民主党算是输了、失败了，但是到明年的时候，很多人的健保费会涨价，那个时候，这些选民会越来越生气了，因为如果真的没有国会真的没有再通过这个补助款的话，健保的补助款的话，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自己会体会到了。这方面共和党虽然今天共和党可以高兴庆祝了，但是到明年的时候，在其中选举前。这个是共和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健保费会越来越贵。是，Ross， 你刚刚说有8个民主党的人是脱党，还是只是去支持对方的？就是支持的，然后不会被什么党纪处分这样子啊？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来关心的就是有关于美国是不是目前正要极力修补跟俄罗斯间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川普，因为川普最近跟这个匈牙利的总理进行会面。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在于之前本来想要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这场会面。那他在这边跟这个总理特别有提到，他是希望能够可能再一次的会晤普京，而且这个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因为之前传出来就是布达佩斯，如果能够再行安排的话，也是在布达佩斯。他认为呢，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其实他最在乎的就是俄乌战争能够快点结束，这是川普的一些期待。那目前呢，川普表达这样的一个立场，俄罗斯的外长也说他要准备见这个卢比欧来修补相关的一些美俄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系哈。那这个是外交上面的一个部分。在军事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这边新的潜舰也下水哈，这个是所谓的海神号核动力的这个潜舰，它有一个相关的一些鱼雷都引起了相关的一些关注哈。那俄国的海军呢，在最近公开了核动力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潜舰，这个叫哈巴罗夫斯克号下水进行的这些仪式，哈巴罗夫斯号，这个俄罗斯文是很难念的。那俄国国防部声称，它是一个有配备海神级的核动力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在水下无人载具和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足以摧毁沿岸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国家，而目前已经在着手第2艘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潜舰在进行建造。而另一方面，这个有潜舰在空中的部分也有 Su-57战机那目前在俄罗斯方面也公开了
机身弹舱把它全部公开。Su-57的这个战斗机，它除了例行的飞行，它非常非常的机动之外，另外它很多的战术动作，譬如说是这个眼镜蛇的动作，譬如说是落叶飘风回转的这些动作，它也首次公开了它的武器舱，它把它打开让大家来看，里面可以看到机腹武器舱内有2枚非常粗大的一个弹药，那在翼根还有一个小型的这个弹仓这个。他们表达了这个武器系统是相当的完整，除了有在翼间，然后另外就是在腹部相关的一些武器，全部都展现给你看。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福建舰所以现在是已经入列了。我们来看看目前包括了福建舰跟美国看起来是不是同级的福特号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比较。福特号它是采取了这个 A1B 的核反应推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核动力的一些航舰来进行相关的动力是透过蒸汽驱动涡轮来进行发电。那福建舰呢，则是采取全球应用下的一个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的系统。相比之下呢，目前的福建舰的生产跟营运成本是更低的，在这个海上服役可以说是可以比较长。另一方面呢，在福建舰所谓的5套舰也全部展示给你看，包括了这个歼 15T、歼 15DT， 还有歼35这个5代战机，还有空警600都有提供相关的一些支援。不过呢，在福特号上就比较有点让人家失望，是因为 F-35C 的重大延迟，未来呢将比较担忧的，它的这个隐形战机跟弹射系统进行整合，让大家有一些疑虑。那另一方面，福建舰到底要常驻在哪里？目前的消息当然就是三亚那这个对于美国的智库就有提出一些警告，这很可能对于华府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警告主要就是因为这边航母它提醒外界，解放军不断的在进行对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扩张，美国要相当的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形。而另一方面呢，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则是示警，印太最大的一个风险是因为行动上的一些迟缓因为现在震慑应该是美国在印太战略的最高职责和基石，可是美国是不是相对的慢了一点？而另一方面呢，在俄国方面，应该是澳洲方面，则是跟纽西兰希望在无人机上能够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那如果呢，这个澳洲在无人机的墙上增加了这个所谓的纽西兰的无人机，那对于中国在西南太平洋的建军，很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而有力的吓阻作用。我们先请问一下亮哥。我觉得俄乌战争，川普是真心希望结束了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你不可能打赢俄罗斯嘛，他是核武大国那第二个就是川普真的有一些雄心壮志认为美俄关系转好，可以有一些国际布局了所以我认为是真心的。是，而且我最近看到一个民调有关8个议题，那俄乌战争川普处理的情况目前是60%反对，因为还没成功对，就一直耗着嘛。坦白讲，就这一点来讲，欧洲人比较坏了欧洲人就觉得乌克兰你再去打然后乌克兰一直死人那也不解决问题，也不敢真的帮助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认为川普是比较正确的是就是说有效的解决俄乌战争。那美国跟俄罗斯当然会有很多方面的合作啦，也包括稀土啦那我坦白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美国要不要对乌克兰做最后的努力了，因为我认为就差一步而已了就看他们要施压，因为最后他那个战斧飞弹也那个五角大厦交给总统，授权给总统决定，总统还是没给不给对不对因为他知道这个如果给了，那打到莫斯科附近的炼油厂，你也不知道俄罗斯会干什么事我觉得川普对这个大国之间的那个博弈他比较谨慎，比较谨慎那至于这个俄罗斯就不断的做一些军事动作给你看嘛比如说那个飞弹可以射18000公里的，随时可以从那个比较高的往下打随时可以就是无限远的炸弹是水下的核鱼雷等等，这个其实早就是这样了啦。其实论核武器的发展，我认为俄罗斯本来就
稍微领先美国。所以美国是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还有战术核武嘞，俄罗斯的战术核武超过2000件，美国只有300，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就这一点来讲，他比较谨慎。那当然未来如果真的成功了，当然有助于他明年真的来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对，这个就是实打实的啊。诺贝尔和平奖，如果俄乌真的签了和平协议，川普是绝对有功劳的啦。这个应该举世公认。是。那接下来就是美、俄、中3个大国怎么样去重新规划未来的国际秩序嘛？我觉得他的思考就是这样啦。那我觉得基本上也没什么不对了大概是这样。我们请舰长。刚刚既然亮哥讲到说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要提醒一下这个川普就是俄乌那里那个俄罗斯不太听你的，但是如果在两岸这里你去注意那个我们赖清德是非常听你的话的，而且你有能力去控制他，逼着他坐上谈判桌。意思就是两岸如果川普愿意，他可以让两岸永远解决战争的问题，会逼着两岸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那个是可以得10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我绝对支持他，这是一个。第二个，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航空母舰对，每次一个航空母舰新的一出来，哇，就好多话题又怎么样突破这突破那个。其实航空母舰2次大战的时候是海上的霸王，现在我跟你讲，它基本上已经再见，因为现在的攻击的这个叫做高超音速飞弹太厉害了。所以如果发生3次大战，你会发现美国的所有航母一定往后退，他不敢摆在太平洋。为什么？这个中国大陆这类飞弹太多，而且像这样全世界有这类飞弹也越来越多。那既然这样子，还要航母干嘛？航母未来只用在一个地方，叫做远程的空中兵力投射。就在这里。我说的远程空中兵力投射，第一个就像远程，好比说武统台湾就在家门口，航母绝对跟武统台湾无关，绝对无关，好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好比说在红海那里有个吉布地，有一个。如果未来有一个这个解放军的空中基地，那里进驻了好比说120架的战斗机，航母绝对不会到那里去，因为它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是那里没有解放军战斗机的一个威力的地方，因为现在作战一定是要先制空嘛，你没有制空什么都不要做了，所以航母的未来的目的大概就只在做这个事情而已，不必过度的这个去解读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上次听到这个。川普在跟他的内阁的在讲的时候，我心有戚戚。他说什么？你知道？他说我在跟习近平谈判的时候，我问旁边一个人的话，那个人看起来是副总理，问他妈一句话都不敢回答，你知道？就一只手背在后面，所有人都不敢回答。我告诉你川普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羡慕的，你知道吗？因为他讲完这话就说，你看像我们副总统范斯，没什么讲什么，他就哇话很多。川普是非常欣赏一个强人。他希望做强人，他希望我讲什么东西，你们就要通通给我照着做。我没有叫你讲话，你就给我安静坐这里。你怎么能够代表我讲话呢？其实川普非常羡慕这个强人，这是他的一个。然后再说这个，刚刚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核潜舰核潜舰是核潜舰核鱼雷那个海神波塞冬是核鱼雷，它那么大，怎么可能装上那个潜舰？除非他背在他的背上，你知道吧？这是好比说这底下核潜舰。背在背上可以，你要弄一个管子发射它，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它可以核动力。对，但是因为它有核动力，所以它不需要潜舰把它拉到很外面去，它可以跑这个14000公里，你知道，非常非常远，而且它的炸弹的那个弹药的量核弹量相当于33枚的小男孩。我靠！小男孩1枚就是当初丢在广岛的那个。你想想看，如果不管打到哪一个沿海的城市。纽约、洛杉矶，不管哪里，那整个的城市的旁边掀起的海啸、核污染以及爆炸的那个威力，而且你打到海边的时候，那水很浅的啦，不是说1-2千公尺，它可以把你整个沿岸的城市毁灭掉。而且又因为它在水底下走你知道那个叫做核鱼雷这么大，你说好大你看现在你看到好大，它跟潜舰比它小多了。它跟潜舰比非常小，潜舰都很难抓到，你怎么可能抓得到这个核子的这个鱼雷？而且你就算抓到它，你也打不到它，在水下是一个很复杂的环境，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在做一个恐吓，就是你不要这样子。
以前我们说核三位一体，现在我觉得是核四位一体，未来也要有这个。中国大陆也有，你知不知道？中国93军人也出来了一个。对，这个未来我想强国都会做这么一个。好，我们请方律师。首先有关美国跟匈牙利总理拜访白宫啊，其实他这次拜访川普总统算是非常成功。他最想得到的就得到了，对，就是川普总统答应，没关系，你可以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那川普过去几个月本来他没有很在乎这些事情，那过去几个月一直批评欧洲国家。印度、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本来川普没有很注意，后来就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有意见，愿意表达。但是奥尔班从早就是非常知道怎么跟川普交涉。那比如说他公开说，川普要打击非法移民是对的，不要让难民进来之类的，所以川普跟奥尔班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很好。是我有看到一个国际媒体啊，他们要找到一个理由批评这次川普跟奥尔班的会面，他们就唯一能找到的东西说，川普跟普丁还没有定案，什么时候在匈牙利见面，这个对奥尔班是不利的。有吗？他们早晚还是会见面，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会在匈牙利啊。那有关福建号跟美国这个司令的谈话，我提醒大家，值得关注的部分是，我们都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要增加部署，是空军、海军陆战队的事情。但是你看，美国陆军也有意见说，我们也要拿到资源啊，我们要拿到预算啊，我们也要在印太地区增加人力跟部署等等。所以这个我就认为是将来几年，不只是美国空军或海军在印太地区增加它的部署跟人力，美国陆军也会了。但是我想请教，因为你刚才一直提到这个川普跟这个匈牙利的总理可能谈的，当然就是双普会了，跟普丁跟川普之间的这个时间点，第一次就没有成功嘛？那你觉得那个关键是在什么关键是在什么点才会促成这两个人碰面？而且这两个人碰面很可能达到俄乌停火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呢？其实因为已经在 Alaska 在8月份见面一次啊，没有实质的结果，只有继续谈，继续讨论美国特色，继续摆放俄罗斯，美方跟俄方继续通电话等等。对。但是川普的想法应该是说，如果我在这跟普丁见面的话，那希望我们可以当场就宣布有一个实质的有个结论，因为川普有类似的经验，比如说他上次跟金正恩见面，对不对？第三次在河内的时候。没有实质的成果，川普觉得对他的形象是有点不好，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关键不是在普丁，也不是在川普，川普是希望Zelensky总统答应，那为了暂时停火，那我们乌克兰答应，我们可以接受我们部分国土由俄罗斯占领，所以川普也是等Zelensky接受这个条件。